自古红颜多薄命，烟烟无语对东风。这句出自《西游记》的经典话语，好似在讲述着从古至今美人们的坎坷命运。香港影坛的美艳女星不在少数，而且很多人还有着高雅的气质、不俗的才华，但是有些人偏偏中了自古红颜多薄命的邪，命途坎坷，甚至英年早逝。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些红颜薄命的女星们。1. 王玉玲。王玉玲外形甜美，仙气十足，20岁就踏入演艺圈，清纯的玉女形象深入人心，后来更被琼瑶相中，在婉君中饰演新时代女性崔尚琪。虽然不是女主角，出色的外表与精湛的演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她也因此一炮而红，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女星。然而，或许是红颜薄命，1993年过年期间，王玉玲当时的男友打算带她去夏威夷度假放松，怎么也没想到竟碰上死劫，两人所搭乘的直升机不幸遇上空难坠海。当时另一架直升机虽立即赶去救援，但事后机上人员遗憾表示，自己一度抓住王玉玲的手，但当时风浪大，能见度低，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她被大海吞噬，年仅28岁就香消玉殒。更令人遗憾的是，男友原本打算度假回来就要向她求婚，怎料却双双葬身大海，令人惋惜。2. 阿桑。2007年，阿桑被查出患有淋巴癌，从出道到患癌仅4年时间。为了与病魔抗争，阿桑不得不停下手上所有工作。阿桑没有什么太多知心朋友，也不愿告诉他们，他将所有悲痛自己默默忍受，还为了不愿连累当时的男友，他主动提出了分手。阿桑有过3段恋情，前2段都是被伤而终，而这次她不希望看到男友为她而伤，但此时的男友对她是不离不弃，还极力劝说她积极治疗。2008年的时候，两人有了结婚的想法，男友还不顾一切为她准备了婚礼的筹划。当人们都在期盼她能快点好起来，继续歌唱，拥抱幸福的时候，2009年4月7日上午，阿桑因淋巴癌恶化扩散为乳腺癌晚期，最终因病去世，年仅34岁。阿桑28岁才出道，34岁英年早逝，短短6年，一生只发了2张专辑，而2张专辑也成了他一生中不朽的经典。3. 于佳慧。于佳慧又叫欢欢，曾是90年代活跃在荧屏上的演员。于佳慧从小家境优渥，年少时可谓顺风顺水，然而进入娱乐圈当演员之后，却几次遭遇感情变故。于佳慧的第1任丈夫是比她年长11岁的台湾导演张孝正，两人结婚才3个月，她就发现对方出轨，但她一时心软，被老公劝回，才没有狠心离婚。结果之后的10年里，张孝正多次出轨，最终于佳慧忍无可忍，向媒体揭发这段恋情，她也因此和张孝正离婚。之后于佳慧再嫁台湾演员江国斌，只可惜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5年便告终。经历了2段失败的婚姻后，于佳慧的身心备受打击，她变得郁郁寡欢，尤其在父亲过世之后再受重创，不得已告别演艺圈，无法再拍戏。最终于佳慧还是没有想开，就这么去世了。4. 杨佑颖。杨佑颖是一名模特，曾经拍摄过不少杂志，气质清新，很有校园感，在网络上很有人气。后来杨佑颖跨界综艺，也接触过影视。虽然杨佑颖算不上太红，可平常接一些通告和拍摄工作也能过得不错，只要坚持下去，说不定会遇到好机会，一炮而红。但那时的杨佑颖深陷外界的舆论，这让她备受困扰。一些无端指责原本只是爆料，网友为了赚取流量胡编乱造，没想到却让很多不知情的网友信以为真，给杨佑颖的形象和口碑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一天，杨佑颖原本是打算和哥哥一起回家，把新买的花布做成窗帘，一家人看起来也十分的开心，但第2天早上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家人发现了杨佑颖留下的遗书，上面写满了同事对他的不公待遇，还有网络舆论，让他不堪一击，最终选择离开。5. 徐伟伦。徐伟伦长相甜美，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亮一样。她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很好，从小家教就很好，钢琴、竖琴、二胡都能够演奏，父母还专门送她去学习礼仪，把她培养成了人见人爱的公主。而和徐伟伦合作过的演员都会成为朋友，曾经公开的2位男友都是大帅哥，一个是李威，一个是周渝民。一天，徐伟伦和助理开车前往工作地点，由于半夜行驶，再加上工作疲劳，结果发生意外。徐伟伦经过2天抢救，最终去世了。虽然周渝民当时已经有女友大 S， 但他还是深受刺激，不仅剪掉了自己标志性的中长发，还暴瘦10斤。据说他后来和大 S 分手也与此有关。而李威则每年都在社交平台上悼念徐伟伦，还经常去看望他的父母，有情有义。在徐伟伦的告别仪式上，好友林依晨更是哭到双眼红肿，圈中几十位好友都前来送行，可见他的好人缘，愿他一路走好。6. 刘真。刘真是台湾拉丁舞女王，样貌丝毫不输女星，经常登上综艺节目。尤其是在康熙来了，他和同样爱跳拉丁舞的小 S 经常互怼，2人一言不合就开跳尬舞，让他由此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此外，刘真还是一个购物狂魔，尤其对鞋子情有独钟，就连爱鞋如命的大 S 都抢不过刘真。原本很多人都以为像刘真这样的美女一定会嫁入豪门，没想到她最终却选择了其貌不扬的歌手辛龙。当时2人公开恋情的时候，曾经引起一片哗然。但辛龙对刘真非常宠爱，几乎100%顺，有求必应。2人于14年走入婚姻的殿堂，婚后生下一个女儿。然而，在2020年，刘真突发心脏病，紧急入院治疗。在经过漫长的治疗后，刘真还是在44岁撒手人寰了。7. 李丽凤。李丽凤出生于台湾，从小对演戏感兴趣的她，毕业之后，李丽凤便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演艺生涯。李丽凤还曾被眼光独到的琼瑶发现，成为她的御用演员。然而就在李丽凤事业的顶峰时期，她的父亲被查出了胰脏癌，母亲经受不住打击，卧床不起。为了照顾父母，李丽凤放弃了喜爱的演艺事业，并卖掉名下唯一的房产，筹钱给父亲治病，但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不久后，母亲也离开了。2008年，李丽凤刚准备复出，就被查出乳腺癌3期，但她并没有消沉下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最终也没能战胜病痛，离开了人世，享年67岁。李丽凤将自己的前半辈子都献给了演艺事业，而后半辈子又是在跟病魔做斗争，一生无儿无女，让人在感叹她敬业的同时，也为她惋惜。8. 刘兰希。刘兰希是80年代集演员和歌手于一身的女明星，只因早早就退出了娱乐圈，所以现在了解她的人并不多。刘兰希最初是以歌手的身份进入娱乐圈，后来在一次登台演唱时，她甜美的歌声打动了台下的琼瑶，加上长相清纯，被琼瑶选中，成为了她新作品的女主角。之后，刘兰希与80年代的那些明星们一起出演了琼瑶的多部作品，直到刘兰希步入婚姻，嫁给了比她大10岁的医生梁荣基。2年后，梁荣基要去美国进修，刘兰希跟着丈夫一起移居美国，并受丈夫的影响开始一心向佛。后来丈夫选择回去继续行医，而刘兰希则留在美国的法云寺学习佛法。不料突然传出噩耗，曾经红极一时的初代穷女郎刘兰希因病去世，享年61岁。消息一出来，不少网友发声悼念。9. 陈宝莲。出生在上海的陈宝莲从小成长在单亲家庭中，从小跟随母亲长大的她非常缺乏父爱，
这导致了他今后与大他33岁的黄仁忠纠缠不清。1990年，陈宝莲参加亚洲小姐落选，第2年签约拍电影，因为当时还未成年，由他母亲代签合同。陈宝莲有着漂亮的脸蛋和曼妙的身材，在电影中表现出色，一系列的作品令小伙伴如数家珍和心向往之。许多无缘于他影片的朋友，也一定看过周星驰的国产007，爱美神一角，惊艳绝伦。陈宝莲身边不缺男人的身影，但是他最钟情的还是大他33岁的黄仁忠。但这段感情终究没能走到最后，情场的失意，再加上事业上的不如意，令陈宝莲一度精神失控，不仅前去黄仁忠家大闹，并且多次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最终，在2002年7月31日的傍晚，陈宝莲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享年29岁。以上9位女星，个个都是有颜有才，只可惜红颜薄命，生命太过短暂，大家也只能愿她们一路走好。自古红颜薄命，天妒英才，演艺圈内有很多长相靓丽、才华横溢的女星悄然离世，记忆中还是她们荧幕上的模样，镜头中的她们神采奕奕，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越是漂亮的女人命运越坎坷，她们或是意外，或是疾病缠身，或是想不开自寻了断。在她们事业处于黄金时期时，因为各种原因悄然离世，令人唏嘘。孟庭苔50岁，台湾演员，从小家境贫寒，家里有3个弟弟1个妹妹。当姐姐的孟庭苔早早的就出来打工贴补家用，入行前是一名护士，后机缘巧合下做了模特，慢慢的转型，在24岁时正式成为影视演员。为了省钱给家里用，孟庭苔拼命的接戏，无论角色大小，挣的钱都给了家里，从不给自己买任何贵的物品。出道20多年，住的还是简陋的出租屋，银行里只有几万块存款，身边的人都称她是拼命三郎。然而一味的付出，总是为家里人考虑的孟庭苔，结局却是悲惨的。在2016年1月拍戏时，因流感引发肺炎依然工作，在坚持了24小时后，因过度劳累突然休克，送医后确诊为脑出血，抢救11天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2016年2月5日，因脑干功能衰竭去世，一生没有结过婚，无儿无女。在孟庭苔的葬礼上，他的家人情绪崩溃，大弟表示不会追究剧组的责任，二弟则大骂片方的草菅人命。葬礼还没有结束，家人已清点的他的遗产准备分割。令人唏嘘，简慧珍30岁，出身富裕家庭，是香港六福珠宝金型大股东的女儿。16岁时参加阳光小姐选举获得冠军出道，在影片中大多出演都是一些富家的千金小姐，代表作有 A 计划续集、开心鬼精灵、龙在江湖、英雄本色续集、霸王花、梦醒时分等，曾和成龙、张曼玉、林正英、刘德华等香港明星合作过。90年代初期，简慧珍退圈开始做生意，曾与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有过绯闻，没有结过婚。1997年底，简慧珍被查出患了脑癌，此后一直接受治疗。1999年8月去世，年仅30岁。刘玉璞46岁，台湾演员。最早内地的观众是通过《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认识的她，成名的早，去世的早，曾被书迷们认为是最符合原著中赵敏的演员，有最美赵敏的美誉。刘玉璞所演的赵敏，眉目如诗，面如冠玉，眉宇间透着英气，灵动中带着娇羞。许多观众称，看过她演的赵敏后，心里便没有了张敏和贾静雯的位置。可惜的是，凭借着赵敏走红的刘玉璞，人生却是一场悲剧，惨淡收场。童年时生活在阴影和压抑中，母亲打骂她，父亲侵犯过她，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刘玉璞性格孤僻，不愿与人交流。80年代初期，刘玉璞成功进入邵氏电影公司做了演员。对她来说，能够离开那个家当龙套的日子很苦，但这段时间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后来刘玉璞成名了，赚的钱多了，她的父母找上门来索要钱财，不给就捣乱。过往刘玉璞不堪的童年经历再次被勾起了回忆，影响了她的心境，患了很严重的抑郁。然而这还不是最惨的，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男人张建中闯入了她的世界中，
在他的花言巧语下，刘玉璞放弃了演员的身份，退出影视圈，嫁给了这个男人。婚后的刘玉璞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家庭上，换来的却不是幸福的生活。身体走样变形后，刘玉璞得到了丈夫的嫌弃，经常吵架，严重时还对刘玉璞拳脚相加。刘玉璞每天要靠吃药维持情绪的稳定。2007年，刘玉璞净身出户，逃离了那个家。我一直在轻生，生我的父母都不爱我，还有我爱了20年的老公都对我这样，我实在不相信还有人会爱我。因为抑郁的原因，刘玉璞有10几次轻生的经历，每次都被朋友救下。2009年5月，刘玉璞真的离开了，死在了出租屋中，去世3天后才被发现。翁美玲26岁，天堂多了翁美玲，世间再无俏黄容。她的古灵精怪，娇俏动人，至今让人印象深刻，一声声靖哥哥喊进了所有影迷们的心坎中。可惜的是被情所困。1985年5月14日，穿着粉红色的睡衣，打开煤气阀，躺在沙发上，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38年后，那个在葬礼上被骂打死他、负心汉的男人汤镇业，3个女人为他生了6个孩子，新婚妻子比他小25岁，儿女双全，过得很幸福。王墨君25岁，台湾女歌手，发行过专辑《想想我的爱》《历史重演》等，在80年代台湾地区红极一时。1989年，事业的发展期，在去录音棚的途中遭遇车祸去世，年仅25岁。于佳慧44岁，台湾演员，出身于富裕家庭，小虎队的师姐，出道在90年代初，长相甜美，曾被台湾不少影迷誉为女神。于佳慧自出生以来，人生就很顺利，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所以她对身边的人和事总是有很大的容忍度，对未来充满浪漫的憧憬。这亦是导致了她老公张孝正频繁地与演艺圈内的女星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一次次的选择妥协。在美好的婚姻被丈夫的背叛打破后，她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她患上了抑郁，她越努力工作，病情越严重，陷入了恶性循环，2次婚姻都以失败结束。2014年6月1日，于佳慧在家中烧炭轻生，年仅43岁。阿桑34岁，台湾女歌手，家境贫寒，高中毕业后开始打工，2000年时在酒吧驻唱，被经理人汪一平发掘后，命运开始出现转折。2003年因演唱了《蔷薇之恋》的片尾曲《叶子》被观众熟知。代表的单曲有《远走高飞》、《心甘情愿》、《开车》、《野百合也有春天》、《残缺也是美》，还有《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一真很安静》等。2009年4月，阿桑因乳腺癌去世，年仅34岁。于启霞36岁。1997年香港小姐选美季军，有人说她是香港小姐中最命薄的女子，一生如昙花一样，短暂却灿烂过。她和郑少秋合作过《楚留香传奇》，和赵雅芝合作过《武林圣火令》，和周星驰合作过《梦边缘》等，曾是演艺圈内一匹黑马，受无数导演的青睐，点名请她上大荧幕。不幸的是，在她事业的黄金发展时期，1988年在拍戏途中发生车祸，导致大脑神经受损，语言表达能力如小孩子一样。车祸后，她的事业一落千丈，男友离开了她。1990年，于启霞患上了鼻咽癌，1993年10月去世，年仅36岁，月运28岁。80年代内地的当红女星，曾有机会出演央视版《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一角，因为一个男人放弃了内地的事业，跟着她到了香港，后才得知这个男人已有家室，这个男人就是罗烈。月运到了香港后，过上了一段阔太的生活，但被罗烈的正牌妻子唐佳丽发现，随之被媒体曝光，铺天盖地的舆论直指月运破坏了别人的家庭。面对着舆论的压力，罗烈和他划清了界限，此后月运名声尽毁，人财两失，加上身边亲人的埋怨，爱情、亲情都没有了，终于使得月运生命中最后一颗稻草被压垮。1995年时，从13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李玉33岁，上戏科班毕业的演员，因情深深雨蒙蒙中的方瑜一角被观众熟知。走红后，李玉广告商演，通告越来越多，接的戏亦是不断。末代皇妃、情深深雨蒙蒙、猎豹出击、老婆万岁、醋溜组等等影视剧中都会见到她的身影。在事业高峰时期时，突然消失不见，原来她患了淋巴癌，患病后一直配合治疗，但依然不能阻止病魔的扩散速度。在坚持抗癌2年后，2009年去世。葬礼上，李玉穿着婚纱下葬，圆了她当新娘子的梦。她的男友送上挽联，汪语气诉，愿你在那边一切都好。庄群诗37岁，
童星出身，2岁开始参加儿童选美比赛，多次获得过冠军。尤其演唱的歌曲《财神到》《祝福你》《新年好》《招财进宝》《拜年》《恭喜恭喜》等歌曲非常喜庆，颇受欢迎。2023年11月28日，庄群诗在吹头发后突感身体不适，头痛想吐，后经检查是脑动脉瘤破裂，抢救无效后去世。刘彦峰，北电科班毕业，入行后接到的角色都是一些配角，大多不被观众熟知。演员的高光时刻是出演了央视版《水浒传》中的玉兰一角，张都监许给武松做妻子的一个小丫鬟，后在张都监的威迫下陷害武松，这才有了后来武松一怒血洗鸳鸯楼。刘彦峰在《水浒传》后只接拍了几部作品后就没有了消息。2018年《水浒传》剧组重聚时，观众们才知他去世的消息。罗明珠48岁，香港女星，1984年出演《开心鬼》入行，作品不多，古灵精怪、活泼的模样印象很深。1990年退出影视圈，开始经商，此后只能在一些舞会、颁奖活动中见到他。2016年5月，罗明珠因心脏病去世，终年48岁。除了以上这些女星外，观众们熟知的还有一生多段恋情却无人愿意给她一个婚礼的梅艳芳，拒绝治疗癌症遁入空门的林妹妹陈小旭，《还珠格格》成名仅2年后香消玉殒的香妃刘丹。这几位女星都是在花一样的年纪失去了性命，有的是为情所困，有的是咎由自取，令人唏嘘。